只有北京人才能接受的3种美食。它不是馊了，也不是坏了，也不是臭了。我们喝着豆汁儿啊，就得搭配着焦圈一起吃。猪肥肠、猪肺、干豆腐和死面火烧，软而不烂，还带有一定的韧性。再来一口肺头，哇，扑鼻的蒜香味儿，一口入魂，真的很润啊，很润啊！也不知道啊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喝炒肝的不让用勺子了，必须得吞着喝。一平民美食让你吃出了皇家美食的感觉。都知道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，也听说过北京拥有着美食荒漠的称号。从宫廷美食到胡同美食，是市井烟火与历史沉淀的交织。其中呢，也不乏一些重口味的美食，浓郁的炒肝，肠肥肝嫩，蒜香勾魂，是唤醒几代人的早餐记忆。豆汁儿第一次品尝难以下咽，再喝呢又有点上头。从过去的民间美食变成了皇家饮品，还有卤煮火烧也是老北京人抹不去的街头暗号。走到哪儿吃到哪儿，是你的快乐搜狗小白。今天呢，小白带你们去吃一吃，据说啊，只有北京人爱吃，外地人都不爱吃的3样美食。我们一起去吃吃看吧，冲呀！噔噔噔。第一顿呢，我们先去吃一个没有那么重口味的，我们先去吃一个炒肝，走着。炒肝始于清朝同治元年，来自鲜鱼口胡同的会仙居。起初呢是用猪肠、肝、心肺用白水煮制的，它的味道很寡淡，然后生意也很惨淡。后面呢就有一个北京新报的记者呢提出了一个改良建议，去掉腥味重的心肺，只保留肝和肠，也就是没心没肺，然后呢加入黄酱勾芡。这一调整呢一炮而红，成为了京城的爆款。我要了1碗大的炒肝，然后再要3个茴香鸡蛋包子，34。哇，扑鼻的蒜香味儿。里面的话是有猪肝、猪的大肠，还有一些蒜末，非常浓郁的勾芡的这个酱汁儿啊。也不知道啊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喝炒肝的不让用勺子了，必须得吞着喝。什么是吞喽？你给解释一下。就是吸溜着，给你演示一下。打个样。爱怎么喝怎么喝，太难了。我估摸着呀，过去啊那都是野摊儿，没人给你勺儿，你就只能吞着喝了。公主先吃啊。还不错，真的很润啊，很润啊。做这个炒肝啊，去腥是关键。那猪肠一定得洗干净了，猪肝也一样，知道吧？你得处理干净了才没有那脏气味儿。都说是炒肝，其实并不是炒的哟，你看见没？它其实就是煮的。做着呢也没什么难度，就是用干黄酱、酱油加水，然后把肝和肠炖煮，最后放蒜末、水淀粉一勾芡就完成了。谢谢公主，公主赏饭吃了啊！来，公主赏个肝，还有肝吗？还有肝吗？我找找啊。说实话，他们家这肝少，太少了，我就吃了2块吧，就剩这种小的了，给你来1块。我尝尝啊。保镖尝尝这肝咋样？还不赖，嫩不？嫩。知道肝怎么嫩吗？就是你煮这个的时候呢，不能直接把那肝直接下锅里煮，你要先用热水烧开热水，烫2遍那个肝，给它烫成半生的那种。哎呀，再下去煮，那叫一个嫩，锁住水分。聪明啊！尝尝这肠。处理真的非常的干净，润润的，有点那入口即化的感觉了，你都不需要特别费力的去嚼它。其实啊，我特别喜欢吃这猪肝，因为对身体特别好，补气血，含有大量的铁和维生素 A， 太适合我这种人吃了。其实我吃炒肝，我觉得每家的味道都差不多，因为它就是没什么难度啊，唯一的区别就是有没有这脏气味，处理的干不干净。我知道怎么吞着喝了，吃的差不多就能喝了。可以吃一手。大哥给我盛太多了，大哥给你盛太溜边了都。哎，肝，2个大肝，找着了。大肝。其实炒肝，我觉得最好吃的一点就是它最后撒这蒜末，就是灵魂。生蒜的辛香一拌进这热的炒肝里啊，瞬间就中和了这个酱汁的厚重感，还能解腻，让每一口呢吃的都更清爽，越吃越香。这多少钱啊？这炒肝
你算问到点儿上了，25一碗，这么贵了。我这是大碗的，小碗20，小碗的就这么一点儿。你看哥，对，特别小一碗，唉，炒肝都快吃不起了。以前这些下水都是穷人吃的，现在都是有钱人吃。开始包子，我们把这个包子浸满在这个炒肝的酱汁当中，吸饱汁儿啊。公主先吃一口啊。我最喜欢的茴香馅儿，但我喜欢吃茴香肉。它这是鸡蛋，哇，一口炒肝，一口包子，那叫一个爽。第一次吃呢，就会觉得可能会比较厚重，因为它好多的淀粉，所以你搭配着包子吃就好得多了。所以你看它黏的糊啦的，你看它像啥？像文莱那个吗？哦，安不呀？哇！哎，北京版安不呀的。北京这卷不起来。这样。哎，跟这儿喝1小时去。哎，你看它像不像棉花糖？下一家呢，我们去挑战一个更重口味的美食——老北京豆汁儿。保镖如何呀？这家炒肝不错啊，有点小时候那个味道了。没喝过豆汁儿不算到过北京。都说呢是只有穷人才喝的东西，其实不然啊。豆汁儿呢可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宫廷饮料呢，距今有300年的历史了，不拘贫富。我们现在呢就到了令人闻风丧胆的豆汁儿店了。这家可还是个米其林餐厅呢哦。我要一个3件套，然后再要一麻豆腐，在这吃。没有了啊，没有啦，那我不吃别的了，就要一豆汁3件套。我刚刚看我隔壁那哥哥还吃麻豆腐呢，来碗卖光了。哦，碰一碰立减3元，对吧？本来是8块钱的东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碰一碰立减3块哦，5块钱。你们知道这个豆汁儿还一外号吗？啥外号？叫张国荣酸奶。为什么呀？那张国荣第一次喝豆汁儿的时候，他说喝了一口，哎呦妈呀，咋这难喝，这馊啊！然后他就放点糖，放糖之后再一尝，哎，这不就是酸奶吗？真的，豆汁儿加糖，大家喝不了这种豆汁儿，可以尝尝加糖什么味儿，帮我试试。可以试一试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据说皇上跟皇后就特别喜欢喝这一口豆汁儿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大鱼大肉吃惯了，你不得喝点这豆汁儿解解腻吗？还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 C， 可以去暑解腻。公主先吃了啊！哇，这家跟咱们在前门喝那完全不是一味儿，是不是？这个就喝着就比较的，不是那种醋酸味儿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前门那也是饮3豆汁儿，你看。对，但它那个是一个什么旗舰店，我感觉更多是游客喝的，就它那个就是感觉放了醋似的。这个的话就真的是那种发酵的感觉，就有点像我们夏天喝那绿豆汤，然后馊了的那味儿。搅和搅和先。你看咱不是没吃成麻豆腐吗？其实这个豆汁儿啊，它里边的这沉淀物就是麻豆腐。其实它不是馊，它就是那种豆子的气味。你看，有人就喜欢吃臭豆腐，有人就不喜欢吃，所以就有人喜欢喝豆汁儿，就有人不喜欢喝豆汁儿。啊，它不是馊了，也不是坏了，也不是臭了。它没坏，它就是发酵了。对，我们喝着豆汁儿啊，就得搭配着焦圈一起吃。它其实呢，就是用面团放在油锅里炸，然后炸的时候用筷子在中间撑着，就形成一个这种手镯的形状了，炸的金黄酥脆。就得是这个，咬一口咔哧脆，爆脆。你看它里边是那种有点空心儿的，就是你吃有股那种淡淡的碱香味，蓬松酥脆。为什么叫3件套呢？这3个得配着吃。你再来一口咸菜，你看咸菜的咸，焦圈的脆和豆汁的酸，哇，融合的刚刚好，还能解点腻这咸菜，而且必须得是辣咸菜丝儿啊。一平民美食让你吃出了皇家美食的感觉。
毕竟以前是宫廷饮料。还真是皇家美食呢。可不是只有穷人喝，皇上都喝。穷人喝那叫填饱肚子，皇上喝那叫体验生活。我特别喜欢吃这辣咸菜汤。但是我觉得没喝过人得先适应适应。如果你适应好了，哎，就喝着特别上头。其实呢，这个豆汁儿在过去啊，那都是不要钱的，因为它就是一下脚料，它是做那个绿豆粉丝儿剩下的。把绿豆呢泡水之后给它磨成浆，然后呢沉淀一下，下面的沉淀物呢就是绿豆淀粉，可以做成粉丝儿，然后上面这个液体倒出来，然后让它发酵，发酵后呢用布过滤，留下去的就是这豆汁儿，然后布上面那一块呢就是那渣子呀，就是麻豆腐。其实他俩就是一孪生兄弟，但我没吃着，我们一会儿去隔壁吃吧。所以啊，都是下脚料，没啥成本的东西。那不是免费让我喝呢？那过去啊，穷人喝，现在8块钱，不过也还行。你这么说8块钱也不贵，人都7块。那你物价也得涨啊，绿豆还涨钱了呢。行吧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终于到了正餐环节。我们现在去吃一个稍微有点饱腹感的东西去。我们去吃一个小小白最喜欢的卤煮。走着，我找这俩地儿特方便的一点呢是都有地儿停车。卤煮呢也是北京的特色小吃，是北京的老3样之一，非常的高大上啊，也是源自于宫廷菜之一呢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啊，对面就是北京四中，梦寐以求。我的母校。你梦想中的母校。你好，我要一份小肠卤煮，然后再要一麻豆腐。行啊，你喝北冰洋吗？来一北冰洋。要凉的常温的呀？要常温的。那叫一个卤煮就12个3个。那蒜香菜都要吗？要。可算是吃上麻豆腐了，保镖。麻豆腐呢也是北京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小吃哦，那必须得用这个羊油来炒，哇，好香的小羊味儿。哎，它这里没有雪里红哦，还真是哎，它这里只放了点青豆。小时候妈妈说她自己做的时候就是放点青豆跟雪里红，然后放点黄酱一炒，然后把这麻豆你看炒黏糊了之后，泼点这辣椒油，来一下滋一下子，哇，激发它那个香味儿。公主先吃了啊，哇，跟豆汁儿一个味儿。没有豆汁儿那么酸，真很香哎，当那孪生兄弟。这就豆汁儿上那渣子，超香。来，保镖，哇，就那羊尾油那香味儿，哇！你忘了我刚出地库的时候闻一股小羊味儿，好绵密啊，特别的醇香浓郁，它属于那种咸鲜口，微微的发酸，但它不是那种特别光滑经常吃的那种豆子，它是那种绵密中带了点颗粒感，有点像那种细腻的豆渣，但是又比豆渣更软糯。裹着油和调料，吃着特别有嚼头的那种，不会觉得特别干，有点淡淡的羊膻味儿，配上一口辣椒，吃着有那种沙沙的感觉。猪肥肠、猪肺、干豆腐和死面火烧，肥肠和这肺切的，你看全是这种小段，火烧切的是井字刀，可以加点辣椒油、腐乳汁和韭菜花。怎么能少了腐乳汁呢？它已经加过了啊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再加一点，一点没甩下去。韭菜花咸啊，少搁。公主走了个形式。对，给你看看，辣椒油那就不是形式了。辣椒油必须 spicy very OK。会。再来一勺。再来一勺。会。spicy very OK。哎，你别说，你看北京的小吃啊，基本上都是源自于清朝，发现了吗？是不是乾隆爷特别爱吃啊？乾隆爷呢特别喜欢游江南，这事儿大家都知道。到了江南呢，他就认识了一个叫张东官的厨子。这厨子是一苏州人，哎，
乾隆爷特别喜欢吃他做的饭，就给他带回京当了御厨，他就做了一个五花肉，所以叫酥造肉。然后后来呢，他又把那个五花肉改成了肘子，又叫酥造肘子，就说明了名声大噪啊，这人做饭非常的棒。这有点绕口啊，酥造肘子。酥造肘子。我们现在吃的这个呢，就是酥造肉演变而来的。那咋现在都是下水了？那不是过去人穷吗？他这个配方在清末的时候流传到了一个叫陈兆恩先生的手里。陈兆恩呢，就是现在小唐城的创始人。哦。但是呢，他又做不起这五花肉啊，老百姓哪吃得起啊？哎，弄点这下水、肺头啊、肠啊，便宜啊，然后就按照酥造肉这个方法给做出来了，最终就形成了现在的卤煮，来自北京的南横街。但是啊，这过去啊是一穷人吃这些下水，吃不起五花肉，现在五花肉都不到20块钱一斤了，这下水20多一斤呢，贵着呢。现在是富人吃，这一碗25，还行，还行，我还能接受吧。这么看着还行，还挺多，你别说，他们家这肠跟肺给的都挺多的，还不错。公主先吃一口啊，哇，一个字儿棒，哇，太香了。这肥肠啊，经过长时间的卤制啊，软而不烂，还带有一定的韧性，越嚼越香，很有滋味儿，令人垂涎欲滴啊。再来一口肺头，不费头费嘴，嚼呢，那叫一个香啊！口感软糯细滑，吸饱了卤汁儿，每一口都能感受到这个浓郁的汤汁在嘴里爆开。你像做卤煮啊，这个肠跟肺头就必须处理得干干净净，才没有脏气味儿，是非常关键的。哇，俩肠一肺，2蛋1星。来一口火烧，这就是死面火烧，透而不粘，有点嚼劲儿，又不能太硬，吸饱了卤汁，软糯香甜。这死面火烧就必须得给它煮熟了、煮透了，然后咬开呢不能有一丝的白。哎，我们今天运气好，他们早上来人多呀，它煮不熟啊，咬开都是白心儿的，咱这熟透了。好，白说还有点白心儿，尴尬了。有一点点啊。啊，一点点还行，他们这整个都白的，还能接受。现在不行，这东西卖太快，你知道吗？自己跟家吃肯定得煮熟了。为什么是死面的？你要是发面，它煮不就烂了吗？这死面它经久煮不烂。啊，对，浸泡。你像这火烧，你自己在家做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加点烫面，这样它的口感就更好、更 Q、更弹。哦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豆腐看着它就没有难吃的余地了。你瞅瞅这7孔，这炸的真棒！哇，吸满了卤汁儿，内部的7孔特别的松软，然后外边又炸的硬硬的，很喜欢吃。哇，直接在嘴里爆炸了。倒一口汤啊！今儿还有点北京味儿了啊！这不是吃北京小吃吗？是你到哪儿哪味儿？虽说不是个老北京人啊，但从小在北京长大的，也是个知青家庭。再倒一口，再倒一口啊！这汤底的灵魂啊，黄酱、酱豆、豆豉缺一不可。哇，太香了！我也会做这玩意儿，牛大了。豆腐呢，在下锅煮之前啊，一定得先给它炸一下，炸到外边硬硬的，金黄酥脆，炸豆腐。然后再一泡。中医说呢，春养肝，夏养心，秋养肺，冬养肾。哎，现在就是秋天，就特别适合吃肺。到了这个吃肺的季节了，肺主呼吸，以形补形。吃肺补肺。你像尤其是现在秋冬北京特别的干燥，可以把肺啊加点什么雪梨啊，给它炖一炖汤，特别的润肺。猪肺雪梨汤，缓解口干咳嗽，可以食补。我多吃点肺，我现在可干了。
宝彪，你知道为什么老话说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必须先抓住他的胃吗？据说乾隆爷最后一次南巡的时候呢，70多岁的张东官也跟着他一块儿到了苏州。到苏州之后呢，乾隆就跟他说：“哎，你不用跟我一起回京了，你就跟这儿待着吧，可以回家了。”让他回家了，因为他老了，年迈了，他腿脚也不好了，就不让他回京再去当御厨了，挺辛苦的。乾隆爷非常的宠幸他，因为他做饭好吃，拴住了乾隆爷的胃。做饭好吃有优势啊。但现在都是男人拴住女人的胃了，都不是女人拴住男人的胃了。你像好多都是男孩子做饭很好吃的，你看御厨都是男孩子。哦。炒肝、卤煮、豆汁儿这3样看着小众的北京美食，藏着老北京的故事和念想。他们是过去穷苦人家填饱肚子的吃食，变成了现在的特色小吃。不只是一碗饭一口喝的，更是老北京人的情怀，是对小时候生活的惦记。有人说，除了北京谁也不吃，其实是没有真正的了解他们的故事和味儿。每样的美食呢，都有自己的魅力，就像这3样。用最普通的食材、最实在的做法，做出了老北京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儿。希望今天这期视频呢，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、喜欢他们，让这些北京的老味儿一直传下去，成为连接过去和现在的小纽带。那我们本期到这里喽，喜欢小小白记得给小小白点订阅哟，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绕口令，照肉，照肉，酥造肉，酥造肉，酥造肉，吃火烧补火烧。我不想补火烧，那死面火烧。这肺特别难清洗，你给这肺管子里放一堆水，给它洗一洗，洗好多下才能洗好呢。肺管子气炸，气不炸。